灾荒年间，快被饿死的我，被一仙人好心收留，却意外发现自己能通过斩杀妖提升修为。于是，我便经常偷摸下山斩妖。行。一只狼妖才长60点，我得要什么时候筑基啊？唉。道友，替我挡住这妖物一瞬。斩杀百年飞蛇妖，获得修为250点。前辈，你很不地道啊！小友息怒，刚才实属无奈之举，还请小友海涵。这些尸骨气息怎么都是修士的？前辈，这些是……可怜啊，可怜！贫道玄阴散人听闻这山中有妖物作祟，便带着徒儿前来降妖。可惜我那徒儿不想被那畜生偷袭。前辈节哀，这妖是什么？一条修炼多年的飞蛇，狡诈的紧，能驱瘴杀人。不过小友放心，他已被贫道收入这降魔幡中，只需半个时辰便会化为血水。前辈，你这降魔幡怎的直冒黑气？无妨无妨，那妖物凶悍，挣扎的厉害。倒是小友年纪轻轻便有一身好本领，方才那道剑气洞穿金石，干净利落，当真是后生可畏。却不知是哪座仙山的高徒。前辈节哀，天色不早，既然妖物已收，那晚辈便不打扰了。小友且慢，小友，老夫方才收那妖物，耗了不少元气。这炼化妖物的关头，最忌有人惊扰。不知小友可否替老夫护法片刻？待事成之后，老夫必有重谢。前辈，非是晚辈推脱，只是天色已晚，晚辈若再不回去，师父怕是要着急了。既是尊师挂念，老夫自不敢强留。只是不知小友是哪位高人的门下，日后有缘也好登门道谢。晚辈先师从青云山青阳真人，没想到小友竟是青阳真人的高徒。师父，你来了！不好！家伙，竟敢坏我大事！徒儿们，去，给我杀了他！徒儿们，去，给我杀了他！给我收！小子们，老夫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没想到会被你这小畜生逼到这个地步！来吧，慢慢被情绪吞噬，成为他的奴隶吧！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从世心手中走出来？老夫有一天会被一个练气的小子伤成这样。斩杀筑基学死，获得修为1650点。本命盗徒，筑基修士还是真的难杀呀。
以后遇到还是躲远一点为好。看来是没有人发现了。我靠，1650点，抵得上我4月苦修了。咦，本命道图未显，这难道就是师父所说的道之根基？道图乃是一个修士的根本，是日后筑基结丹甚至成因所倚仗的大道根基。我记得师父说，有些人天生便有道图，有些人则需要修行100年才能渐渐明悟。我这……算了，还是别想了。既然系统出了这个，日后应该可以觉醒才是。可抽取，难道是类似抽奖的意思？管他呢，系统出品必是精品。抽奖。恭喜宿主抽到道图凝尸炼剑，剩余抽奖次数0，凝练本命3剑，需以修士尸身为引。目前材料不足，无法凝练。白骸赤妖复生，筑基金丹元婴。有没有搞错？我才练气呀！这我得到什么时候才能领悟道图啊？系统，你确定这是奖励？算了，天色不早了，还是赶紧回去吧。明日去问问师傅，他老人家见多识广，或许曾听过这凝尸炼剑的法门。另外，那翡翠葫芦的来历也得问问。师傅，何事？弟子昨日去后山遇着个人。什么人？弟子在山下发现一伙邪修，他们正在祭炼一种诡异的幡子。你说他在祭炼幡子？什么样的幡？一杆白幡，幡面上有黑气缠绕，隐约能听到鬼哭之声。他还从葫芦里放出了许多阴魂恶鬼，非常厉害。魂幡阴魂，这是阴魂宗百鬼门的路数，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怎么了，师傅？他们很厉害吗？这万魂幡一成，便能成就一方鬼域，甚至可以困杀金丹真人。啊，这么厉害？但我杀他时也没感觉有……你说你把他杀了？弟子知错，弟子……罢了罢了，杀便杀了，也算是为民除害。你下去吧。师傅，弟子还从他身上得了这个，听他嘴里还说到凝尸炼剑什么的。此物有芥子纳千迷之效，可自由变化大小，还能装些经过祭炼的阴魂鬼物，倒是件宝贝。你拿着用吧，切记不要沉迷其中。你也不要打听了，这世间法门多如牛麻，为师哪能全都知道。是。过几日你随老夫下山一趟，渠县出现了大妖，刚好带你长长见识。唉，师傅，这一路上都是些刚入气的小妖，哪来的大妖啊？我都快无聊死了。静心也是修行，你呀，太过浮躁反而不好。等了，进了渠县，我得去衙门会会老友，你自己逛逛。记住，万事小心，切莫冲动行事。你确定是他？一个炼气中期的小子。不会错的，他身上有他们的味道，那些暗哨都是被他所杀。好，那就送他上路。要是因为他打乱了我们的计划，就得不偿失了。希望你能有趣点。道长，请留步！你是在叫我？道长救命！我家少爷中邪了，逢人就咬，府上已经请了好几个郎中，却都瞧不出症结所在。求道长发发慈悲，随小的去府上看看吧。
你家少爷？哪一家的少爷？城东徐家。咱家老爷是做茶叶生意的，在这衢县也算是有些名头。道长若是不信，随便找个人打听打听便知。前头带路。哎，在动手之前，有些事情，在下还是须得先问上一问。2个问题，你们是谁？我们之间没什么聊的。贫道既已是将死之人，怎么着也不能让我做个糊涂鬼吧？我也想让你做个明白鬼，可惜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还是等你死了之后，我再告诉你。既如此，那你们且记好了。贫道沈回乃青云山青阳真人关门弟子，道号清玄。这些我们知道，放心吧。给你烧纸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叫错名字的。找死！要放出去，风暴之中。我靠，这家伙这么强！系统，给我把道行都加到境界上。3月苦学，你的境界开始缓步提升。1年后，境界达到炼气6层。又是5年过去，你终于突破炼气到炼气8层，剩余道行点125点。接下来，该轮到我了。不好意思，你掐诀太慢了。你还会土法？牵你来的人难道没告诉你，不要靠我太近？我靠，2个后期，还不如之前1个玄阴给的多，真是亏大了。这2货到底是谁派来的呢？这一路除了杀了几个小妖，也没得罪什么人啊。回到驿馆时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师傅，又惹事了？不算惹事，是他们先动手的。炼师宗，白骨堂。那是谁？我没得罪过他们啊。我这一辈师兄弟共有4人，2个师兄，1个小妹。大师兄资质最好教过，日后能继承这套衣袍。至于小师妹，小师妹天资平平，师父疼她，我们也都让着她。是以性子有些娇惯，不过心肠却是好的。后来大师兄行走江湖，在镇泽军回龙渡遇上一只千年大妖，尸骨无存。你师祖为此大动，不出3年便羽化归中了。那其余2人呢？大师兄死后，你师祖曾一度将2师兄当作衣钵传人来培养，可惜他心性不正，终究是走上了歧途。小师妹便是死在他手上的。师父临终前将剑匣传给了我，2师兄心有不忿，觉得师父偏心，觉得老夫不配，当着师父的灵位与我大吵了一场。当晚便收拾东西下了山去。他下山之后，先是自立了一间道观，名为白骨观。可没过多久，不知怎的又拜入了炼师宗门下，摇身一变成了那白骨堂的堂主。所以今日来找你麻烦的2人，便俱是你那师伯派来的。该来的终是来了，
你也无需担心。他修为虽强，老夫也不是不能应对。就在今日打坐之时，老夫心头忽有所感，已寻到了一丝破境机会。不出3年，我必能结丹。真的？岂能有假？为师在筑基境界搓磨了将近100年，如今契机圆满，结丹亦是应有之意。整个大朔西南，凌乱2州，金丹真人加起来也不过2手之数。师傅要是突破了，我岂不能横着走？到时候什么妖不敢杀啊！那师傅您赶紧继续打坐，莫要让那感觉溜走了。师傅放心修炼，关于渠县的事儿，便让头儿来处理吧。若是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麻烦，我再来请师傅出马也不迟。师傅您别摇头啊，弟子服其劳嘛。带上他。这是，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便打开剑匣。徒儿带走了，若是有歹人寻来，师傅您拿什么斗法？哈哈，老夫剑术虽强，可一手5行术法也是不弱。金丹不出，谁又能奈我何？我知你心智坚定，遇事果决，这是好事。可你也要记住，有些时候该低头便要低头。真遇到了要命的场面，逃跑不丢人。老家伙又要开始唠叨了。唉，和我年轻时真像啊。道长，上车吧。走喽。怎的这么多彝人？道长有所不知，这渠县除了县城里头彝人少些，其他地方多是华夷混居。咱们要去的张家村，便是个最近较大的混居村子。这彝人与汉人平日里可有什么不同？旁的倒也说不上来，就是这彝人上午一言不合便要动手，更是厉害。离群所居，外人进不去，他们也不出来。而这些与汉人混居的，日子久了，两边互相学着，倒也相安无事。这些人怎么都往一个方向走？道长，您不知道，今儿个可是2月初4啊！2月初4又如何？今天是社稷的日子啊！那些哀毛凡每到这一天都要祭拜山神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丰。祭祀完了，还有赛歌、摔跤、射箭，热闹得很嘞。难怪师傅让我今天去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在此等我。就是那个外乡人。你怎么想法好乡下来对我好啊？道长可有中意的？前些年也曾有一位道长与村中女子结缘，虽未诞下子嗣，却也算是成就了一段佳话。贫道是出家人，不近女色。修行啊，修行。道长，早啊！这个小的其实是被强迫的，对，就是被强迫的。道长您也知道，这彝人女子性子烈，她非要你就给了。放心，贫道一心斩妖除魔，向来不会多管闲事。贫道今日要去看看那个挠棺材的寡妇，你若想回去，可以先走。不回去，回去叔父又要给我派差事，扫院子、搬货、跑腿，累死累活还没个赏钱。在这儿多好，有吃有喝的，还有女人，真是贪心啊！啊，法明师傅，巧啊，又见面了。阿弥陀佛。二位既然都是来查那王寡妇之事的，便一道去吧，省得老汉我跑2趟。棺材便停在那里头。棺材不错，哪儿来的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便是那寡妇的公爹，问他，棺材哪儿来的？他说是他们自己买的。自己买的？他家连个正经的门板都没有，能买得起这么好的棺材？就算买得起，你们舍得给他用啊？搁这糊弄谁呢？问他是不是一个汉人书生送的？我记起来了，道长，
许是去年9、10月间，有个30来岁的书生在村里转了2天，说是收皮子和布帛的，好像姓李。你们就没试着处理过这东西？请过，最开始请了鬼主，前些日子又请了端公，都说要烧了才干净，可那火怎么也点不着，好容易点着了，刚碰到棺材就熄了，试了好几回，都是这样。道长，您这难道也没有办法？我要开棺。开棺？不行，不能开，开了他就出来了，他会杀了我们，杀了全村。沈道长，你让他睡会儿，省得碍事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叫会杀了全村？糟糕，晚了。道长，这是诈尸啊！我们快走吧，报官，让官府来。现在走了，等他出来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沈道长，此物怨气冲天，不可强开，待贫僧设坛，超度亡魂。你的经文他爱听吗？你张七，搭把手。道长，我腿软，想被里面的东西出来第一个撕了你就继续站着。开棺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阿弥陀佛，此非鬼魅，非尸变，是木妖。这棺材是活的。原来如此。怎么回事？树有问题，妖气之源就是那棵树。不止，整个村子都有问题。沈道长，你要做什么？此树妖根基地脉，牵连全村生机，不可妄动。那就等他把全村人都变成棺材里的样子。贫僧自有佛法，可净化妖气，保村民平安。你的佛法连一副棺材都镇不住。道长小心！金元，你会劳修100年的心血。检测到目标鬼主，等级危险程度，建议使用雷法撞击，解法镇压。臭道士多管闲事，那就留下来当养料吧。养料，贫道怕你消物不良，贫道大备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路过杀妖的。接地接地，菠萝接地。大和尚，护好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触发支线任务：斩草除根。任务要求：击败鬼主，重创槐树妖，道行加500，法宝镇妖灵碎片成1。拿来吧你！道长，他变大了，他变大了！废话，我没想。阿弥陀佛，沈道长，这些魂魄还未散去，我要杀了他们法明，你负责超度，我负责物理符3张，扣除道行30点。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沈道长，竟逼得我动了此剑，你也算死得不冤。系统，我的奖励呢？槐树妖本体已逃入地脉，当前实力不足，无法彻底斩杀，建议寻找高阶法器或寻求师门援助。啊！怎么才完成了50%？阿弥陀佛，沈道长，此妖根基已与地脉相连，贫僧只能暂时净化这片土地。若要除恶务尽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这妖孽很强，强得有点超纲了。
道长，您太神了！刚才那金光，那是神仙下凡啊！别拍马屁，去看看马车坏了没。沈道长，贫僧在此处守3日，防止余孽作祟。我回去找我师傅，这烂摊子得专业人士来收。贫僧在此恭候。获得师门求援令成1。注：使用后可召唤师傅分身，持续时间5分钟。师傅啊师傅，你再不出来，你徒弟就要被树妖当肥料了。你来的正好。测到寄生残根，等级9，弱点巨火。道长，道长，车着了！跳！他不是躺棺材里吗？妖怪分身。道长，斩了他呀！不能杀，他要杀我们！斩了，线就断了。本体竟然在我回去的路上。你没死啊！贫僧法明，你不是在守村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村里是假的，路上这个才是真。一切都晚了，大师，他去你师门了。不好，师傅老人家还在渠县，师门估计没人能拦得住他。张七，上车。道长，车被你烧没了。那就跑！道长，你们道观吃的挺素啊。闭嘴。师兄回来了，师兄该入土。他们稍有神智，不可伤命。我知道。我就是普通人，我就是群品馆的，别找我呀！沈道长，快！贫僧撑不久。系统有没有办法检测到同门寄生？可使用净根符阵，需材料：符纸制成3，香灰成1，宿主发丝还要发丝。罚他们的！废话。忍着。起。师兄，疼！疼就对了，活人才疼。系统之法果然够快。你看见了？贫僧看不见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少问，问多了会短命。清玄，师傅，师傅，道长，那是你师傅。是。人不在此处。我感觉到了，在后山禁地。别来，他在故意等你。等我做什么？你的命格能开锁，快走！走。善后可以，送死不行。你行不行？那就别死。系统，消耗所有道网，给我上！混账！谁让你来的？你教的。徒弟不孝，师傅擦屁股。师尊，你究竟是何物？要看你有开锁的命！疯子，你敢！师傅，孽障，敢动我青云山的人，你不是去了东海吗？就你这点算计，还想瞒过我？不对，你踏入金丹了！聒噪，算你跑得快。逆行灵脉还强行出手，你不要命了？不偏，
命就没了。恭喜宿主斩杀妖物，本命道图古剑白骸满足，是否吸收？古剑白骸吸收中。筑基雷云，这小子还真是因祸得福，守住心神。不行，雷快劈散灵气了。凹系统，给我把道行全部加到境界上。消耗道行5764。第10年，你渐入清明，引气之法越发熟练。第30年，你摸到筑基门槛，一跃突破筑基。第40年，你潜心研究五行之法达成，境界稳定在筑基中期。来得好！不对，他的气息怎么回事？不是你别走啊，让我再吸一点啊！筑基中期，你倒是给为师一个惊喜呀！17岁的筑基中期，整个大硕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了。哈哈哈哈！唉，封印已损，黄泉之门毅然松动。看来那件事，师傅，你入金丹了，快是瞒不住了。侥幸而已，你随为师来。仙人手段，张琪拜见仙人。你俩也随清玄进来。道长，你是仙人的徒弟？对啊，你才发现啊？那之前在村里，师傅交代凡间不可施展仙法，所以才用道门法术。恭喜真人破境，此间事了，小僧也该告辞了。此事幸得你的相助，这是我宗清虚丹，对你日后筑基有奇效，收下吧。谢过真人。仙长，求你收我为徒吧，我不想再过普通人的日子了。我知道我笨，但我什么活都能干，求仙长给我一个机会。你可知修仙之路朝不保夕，比做个普通人要凶险万倍。我知道，但与其糊里糊涂的死，不如明明白白的活。这次要不是遇到道长和仙长，我早就成了树妖的养料了。我想变强。青云山百废待兴，你便留下做个外门弟子吧。修仙先修心，你心不坏。多谢师祖，弟子张琪拜见师祖，拜见师叔。起来，先把院子去扫了。好嘞，师叔。你已破境筑基，引气篇的法门与你已是无用。是，弟子正为此事发愁。你如今是筑基中期，根基稳固，远超我的预料。玄清观的根本大法，你也该去看看了。走吧，为师带你去取你应得的东西。是。这就是我派的藏经阁。玄清观传世功法名为玄清道典，共分5篇：引气、镇月、分海、擎天、归虚。你之前所修不过是简化了千百遍的引气篇罢了。镇月分海，每一篇对应一个大境界。镇月篇便是我派真正的筑基法门，此乃传承御简，玄清道典全篇皆在其中。但以你目前的修为，只能阅览镇月篇。强行窥探后续法门，只会神魂受伤，走火入魔。弟子明白。去吧，将手放上去，守住心神。记住，镇月篇修的是势，山岳之势，厚重沉稳，镇压万邪。与你之前清灵的法门截然不同，转换之间切忌心浮气躁。是。检测到玄清道典是否吸收？这玩意儿还可以吸收，吸给我狠狠的吸！这篇镇月八卦精神，弟子之前所学却是沧海一粟。感觉如何？给你将功法彻底转镇月篇修成第一重山势。1个月后，为师带你下山。下山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金山寺，我迟早灭了你们！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筑基，这才是我的道。让这个世界凋谢，我会身边。不错不错，根基很稳。法名小鱼友在。师傅，这是哪里？法名怎么会被？哟，这么担心？看来不需要我添油加醋了。洛游山附近的藏天渊乱葬岗，还请师傅许我下山。去吧。
这是地狼，这怎么会有地狼？这点道行都不够我塞牙缝的，唉。不对，这家伙还有气息。原来如此，既然你想，那我便帮你一次。我靠，谁暗算我？不好！筑基的感觉确实不一样。你既已杀了我那徒儿和侄女，这条看门狗的性命便暂且留他一留吧。弟子沈回见过二师伯。二师伯，我可不是那个半截身子都已埋进土里的蠢材。是在下眼拙了，不知阁下是？我乃白骨堂副堂主白玉莲。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堂主，还望恕罪。你不怕我？怕。晚辈之前在巷中杀那2人，实属被逼无奈，且在下亦不知他们乃是堂主门下，还望堂主恕罪。哼，若是我不恕呢？你杀了我的徒儿，传出去，旁人不免要说我教徒弟不如你师傅。就现在的状态，对上这女人怎么都是白搭呀！你先前说你见万般皮囊皆白骨，色欲与你如浮云，恰好我所修术法之中有一招便是见色起欲。师姐轮盘，赶紧给我开喽！倒是个硬骨头，那便再来试试我这化骨印吧。你这身皮囊不错，待我剥浆下来，定会为你妥善保管。哎呦我去，咋就不能直接跳过去，非得等他转完，可愁死我了！堂主且慢，您与其杀了我，不如留我一命。我可以当您最忠心的走狗，为您做很多事。您方才说我杀了您的徒儿，折损了您的面子。可若是连青阳真人最得意的关门弟子都转投到了您的门下，这岂不是比10个徒弟都更能证明的本事？你说的还真有几分道理，不过你便是说的再好听，今日也是难逃一死。你笑什么？白堂主，我还有一样投名状，想请您过目。什么东西？冰火神雷。恭喜斩杀筑基圆满修士，获得道行5845，道法五雷正大。这种天雷下竟然毫发未损，应该是个宝贝了。阿弥陀佛，道长你怎么来了？法明师傅，搭把手，咱们把这些尸骨都收敛了吧。贫僧正有此意。沈道长，此间事了，贫僧也该回寺去了。
大师不化缘了？佛祖的金身怎么办？金银皆是身外之物，有便有，无便无。贫僧离寺日久，也该回去收收心了。先别急着走，这是从那白玉莲身上得来的。方才我研究了一下，是个结子带，咱们分了吧。通体银白，宛如极品玉雕艺术品。我靠，这分量不对，应是金包铜的货色。沈道长若是不介意，这些首饰便都给贫僧吧。这些首饰做工精美，熔了反倒可惜。寺里贴金的匠人认得这个，拿去换些金箔，比熔出来的金子还抵钱些。沈道长，你这是……送你了，这东西不算大，但放些零碎东西还是方便的。大师若往后云游在外，带着这个会方便些。这如何使得？集子带何等珍贵，贫僧收着吧。沈道长，这些日子承忙关照，贫僧感激不尽。大师一路保重。有意思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今儿个天色不早了，小老儿还要赶场子，咱们就此别过。明日还在老地方，还望诸位多多捧场。老丈，有花生没？道长，花生咱这儿倒是没有，隔壁卖酒的那儿有。您若是不急，便稍坐片刻，我过去替您买一碟来，如何？嘿嘿，道长，这是找您的钱，您点点，一共92文。哎呦，道长您这怎么好意思？多谢道长，多谢道长。这些人在街面上弄这个，朝廷的人也不管管。管什么？采生折割，不是犯王法的吗？道长，您是外乡来的吧？谁管这事儿啊？人家每年社稷前后都来，少说也有5、6年了，可从没见过官兵来拿人。就这么明晃晃的在大街上摆摊子？嗨，人家都是给官府交了钱的，衙门里的老爷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旁人谁敢说话？交了钱便能无法无天？道长，你可别犯倔。那班子背后的东家，听说跟衙门里的大人是连襟，寻常人惹不起。您一个出大人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唉，如今这位皇帝老儿整天想着出兵打仗，只管百姓交不交税，谁还来管这些闲事？这狗皇帝还不如吃丹吃死了算狗。道长，你说什么？那官府不管，旁人便也不管？也不是没人管过。前2年有个游侠，年轻气盛，看不过眼，仗着自己会几手拳脚，半夜摸进了帐篷。可您猜怎么着？现在还搁里边待着呢，不过已被砍了手脚，割了舌头，做成了人仆，供人观赏取乐。还有一回，有个被拐了孩子的苦主从外地一路寻到这儿，找上门去要人，结果第2日一早，那苦主就不见了。隔了2天，帐篷里倒多了一张新面孔。打那以后，再没人敢管了。哎，道长您也别太放在心上，这些人不干好事儿，赚的都是丧天良的钱，会遭报应的。确实会遭报应。我出去一趟，这花生米和茶水先别收。道长您是干啥去？哼，我去看看这些人的报应怎么还不来。50文。出家人来咱们这儿的可不多见啊。诸位瞧瞧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山精妖怪，小的是前几年在南边山里活捉来的。您瞧瞧这肉多细嫩，诸位要知道，这妖怪的肉吃了可是能强身健体、益寿延寿的。您再瞧这脚，这可是顶金贵的东西，拿去泡酒，只需1片，包治百病。手抖心悸，气血两亏，一喝便好。多少钱？不贵不贵，2两银子一片。这位客官若是有意，我现在就给您切1片下来，保证新鲜。来切1片，切1片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沈回，是个道士。只要你点点头，我就帮你把那些人杀光，怎么样？这人在干什么？你这贱骨头婊子！
只要你点头，他们都得死。你是哪个不开眼的东西？来人，给我上！道长，且慢！你是何人？在下方彦，此地班子东家。哦，原来是此地主事之人。道长心怀慈悲，令人敬重。只是场地中人多眼杂，若有指教，不妨借一步细说。不必。哈哈哈哈哈！道长行事倒是直率有趣。我闯荡世间20余载，见过无数修士，身怀修为者多不愿插手焚尘琐事，唯有道长身怀本事，仍愿出头。开门迎胜最怕误会，知晓道长身为清修之人，看不惯眼前光景。方某本心良善，平日也照料这群孩童，世道艰难，各有活路。道长以为如何？不是活路，是绝路。道长此番前来是路过还是受人所托？路过此地，那便好办许多。今日道长损毁我多名手下，方某甘愿认下损失，全当一次教训。若道愿意就此停手离去，我备下一份宝礼，充当路途盘缠。若道长觉得数目不足，价钱尚可再商议。袋中纹银2000两，这般白银全是这群孩童历经无数苦楚才换来。2000两银两数目着实不少，但贫道万万不能收下，否则心中执念难以消解。道长，我方好话已经说尽，你莫非执意要将一切赶尽杀绝？自是要除恶务尽的。哼，你还真想杀我？就怕你今天杀了我，明儿个满城贴的都是你的海捕文书，到时候您是神仙也好，妖怪也罢，纵使你本领通天又能怎样？你能杀几人？你杀得了1城的人吗？你今日将他们带走，来日他们流落街巷，冻饿身亡，这般结局欲留在我手下，又有何种分别？何处存在分别？死于你手下，他们如同牲畜，流落街头，他们尚且是人。你今日若是毁去我这摊子，明日整座城门都会封锁，你难以脱身。无妨，我本就无意离开此城。跟着贫道作甚？你是个好人。我不是。他们告诉我你是好人。他们都没有舌头，不会说话。你说谎。他们对你挺好。他们都是靠吃我的肉活下来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会被抓住？就是在山里吃着草，然后就被捉住了。吃草之前呢？吃草之前在干什么？就是在山里跑啊，跳啊。饿了？不饿肚子怎么叫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有时候就是会响。你吃不吃肉？一碗馄饨。跟我回道观吧。师父。
说吧。徒儿先在乱葬岗上遇到了白骨堂的白玉莲，借着师傅所赐的剑匣去其周旋，最后趁其不备，将他一剑交手。今日进城，在南市撞见一群采生折割的歹人，没忍住便动了手。徒儿知错，徒儿不该行事如此鲁莽，造这杀孽，请师傅责罚。你犯了哪条门规？凡间洞法，妄造少杀孽，滥杀无辜。只要你是心怀慈悲，有些人当杀便杀。师父，弟子心有不解。说，弟子心中有疑惑。您方才说，只要心怀慈悲，杀该杀之人便无妨。可弟子扪心自问，弟子在城中杀人时，心里头翻涌的是慈悲还是嗔怒？原来如此。既然你问了，为师便与你讲一讲这其中的道理。这世间有一种行人以诸恶为名，频开杀戒，口口声声替天行道。可你若把他的心剖开来瞧一瞧，里头装着的当真是一颗慈悲心吗？未必，更多的时候那是嗔怒，是自以为人的狂妄。此念是剧毒，起心动念时修行已坏。可纵使道人避世清修，又有几个能完全避开这凡尘俗世呢？你我都是人，是人就有七情六欲，是人就有喜怒哀乐。看见恶事，心生愤怒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不是罪过。降服心魔，守住慈悲就好。只要你能降服心魔，守住慈悲，那么你做下的事是对是错，难道全由天道来评判吗？须知天道之外，尚有公道，公道不在天上，而在人心。你我修行之人，有护持着公道的本分。别说是一个杂，便是杀了官，只要是该杀之人，又有何妨？师父，杀朝廷的人不会沾染万民因果吗？师门律令虽然未尽，但大师伯20年前常州蝗灾，朝廷拨了10万担赈灾粮，层层可滚，到百姓手里只剩了发霉的骨壳。前是个榜眼出身的清流，字也漂亮，把上头糊得服服帖帖。你大师伯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坐在后堂吃蟹，一桌子的菜，光蟹黄就有2大碗。你大师伯把他从后堂提到大堂，当着满衙官吏的面一剑砍了。有人骂他是疯子，也有人扬言要请旨踏平山门。可你大师伯只撂下一句话：持名高者，天夺其禄。今日贫道替他解了这身罪骨，愿他来世莫再披人皮。这就是那只小鹿妖。来，进来。好，小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山里。山里什么地方？有很多树、很多草的地方。你爹娘呢？小娃娃，你可愿拜贫道为师，奉道修行？师父，我不是您的关门弟子吗？哪有只关不开的门？关了又开，开了又关，那才叫门。若是一关就再不开，那是堵墙。小娃娃，你可愿意？你莫看他，看我。我跟你说，做我徒弟的好处可多得很呐。愿拜就拜，不愿也无妨。我们道观所在名为青云山，山中草木茂盛，四季都有嫩芽。你若想去，便是待在那里什么都不做，也能过得下去。横竖你吃草也能活。你小子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吃草也能活？拜我为师，修道长生，难道不比在山中吃草要好上1000倍万倍？师父您老人家别生气啊，他这才多大点儿，连馄饨都是头一回吃，哪里知道什么逐道长生。等他将来长大了，懂事了，自己想做您这个徒弟了，再拜也不迟。您说是也不是？也罢，不过既然要在青云山住下，总不能没有个名字。你捡回来的，你说。师父起吧，我起名不行。就叫静欢吧，既已脱离了那苦海，往后便要欢欢喜喜的。听见了，师父给你起了名字叫静欢，你以后俗家姓陆就叫陆欢，记好了。往后若有人问，便说你叫陆欢。知道了，有人问就说自己叫陆欢。你跟着我做什么？在老头子那儿不好吗？有吃有喝，亲他闺女似的。我没有跟着你，我只是康好也要来这里。哦，那你是来这儿干什么的？来看看你要干什么。那不就是跟着我吗？
不坏。唉，这样吧，待会儿不管你看到什么，回来之后都不许跟别人说。答应了，你便跟着。愣着干嘛？过来一起吃。道长眼光真好，这观音兜穿在这小姑娘身上，倒像是量身定做的一般。行，就这个了，帮我做成衣服，要好看的。放心吧，客官，我的手艺可是出了名的好。白水河渡，水魅作祟，命你下山查清水魅来历，了结此方祸事。找到你了。你是自己上来，还是我请你上来？哟，来了个有修为在身的小道士，你这模样倒是生得俊俏。还以为是一只化形大妖，原来这不知什么是东西修出了几分道行，钻进了一具溺死的女尸，鸠占鹊巢。修行不易，既有这份道行，为何不去深山泽中潜心修炼，偏要跑到人来往的渡口作乱？作乱？我不过是觉得好玩罢了。天天待在水底下，闷也闷死了，找几个人逗逗乐子，又没弄出人命。哼，好玩便能为所欲为？你知不知道，有2个被你吓过的人，如今还躺在床上下不来地，这渡口也废了半年了。两岸百姓要过河，须得多绕将近30里的山路。你说没弄出人命，可他们的生计，他们的日子便不重要了。你们这些人啊，胆子小的跟老鼠似的，反倒要怪起我们这些做鬼的了。我又没把他们怎么着，是他们自己吓自己。你不是鬼哦，对了，你是妖，钻进死尸炼化痕骨，仗着几分神通便出来兴风作浪。便是死了又如何？你们人能天天打鱼吃肉，凭什么我就不能吃人？人吃鱼是因为寻常河鱼未久灵智，若妖以人吃鱼为由食人，那么人也可以用妖吃人为由杀妖。到那时，你的下场肯定不会比一条鱼更好。倒是好大的口气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比一条鱼还不如。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本是这河中一尾白鲤。130年前，有个赶考的书生在渡口落了水。那一日春汛正猛，水急得很，眼看他便要沉下去，我不知怎的就把他拖上了岸。他后来中了举，专程回来，在河边立了一块碑，上书一鲤2字。那碑就立在渡口石阶旁边，日日有人从碑前经过，逢年过节还有人摆些果子贡品。我便渐渐生出了一丝神意。后来呢？后来天下乱了，有一年过冰，有人把碑砸了，碑一碎，我与这河水的牵连便断了一根。河水往南流，汇进更大的河，去了更远的地方，但我不能走，我被那碑给拴住了。可碑又没了，我想走也走不了，就这么困在这里，哪儿也去不成。原来如此，这白鲤走的并不是纯粹采炼日月的妖仙之道，
而是混杂了一些香火神道，借众生愿力化形成神。你现在有3条路：第一，想办法离开这里。我若能走，早走了。这几年来，我夜夜在水底下往前游，可不管游多远，天亮时总会回到这片河面，走不了。第二，乖乖留在这里。第三呢？被我打死。贫道自然是不愿费这个力气的，但你若不肯走，不肯留，又不肯改，那便只剩这个法子了。我不想离开这里，可我也不想永远待在这里。我在这里活了130年，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我都认得，每一丛芦苇我都记得，我只是不想再被穿着了。既如此，你便暂时留在这里，只是从今往后，不许再下人作乱，不但不下，还要多多搭救落水的人，护佑过往船只。将来若有了机缘，我再替你想办法往别处迁移，到时重新给你立一块碑。盖闻古有百里，游于此水，尺长3尺，通体如雪。每遇风涛，则以身震浪；见逆者，则引舟靠岸。里人感其德，以为河神所化。后其夜献梦曰：吾本修行100载，不忍以强凌弱，故护众生。但望世人勿竭泽而渔，善待水族，则福报自来。待会儿村中人来渡口打水，你略施些手段，叫他失足滑进河里，切记莫要伤人，做做样子便可。等他呛上2口水，你在人前显圣，将他拖上岸来。上岸之后，你便央他帮忙，将那块石碑从泥里挖出来。他受了你的救命之恩，断无不允之理。碑挖出来，他自会替你擦拭干净，端正正地立在渡口。往后便照这个路子走，多行善事，说不定将来香火旺了，还能给你塑一尊像。多谢道长。你也别光嘴上谢，你在这河里住了100多年，可知道此处有没有什么天才地宝、灵材灵物之类的？没有灵草也无妨。河底有无沉船，沉船中有无金银珠宝，实在不行，几斤狗头金也成。这河底只有石头和淤泥，还有几个破瓦罐。算了，往后你便好生护佑这一方水土。若附近有什么害人的妖物邪祟，便遣人来青云山告知于我。道长，这个还真有，就在下游抽不出20里，有一只蟹妖，那厮仗着壳后前硬，时常在水底下凿出过往船只的底板，等人落了水便拖下去吃。我这副区区的主人，便是被他凿沉了船，活活淹死的。我捡了他的身子，也算是欠他一份情，只可惜我打不过他。蟹妖，前头带路。到了，就是那儿。那回水湾最深处，少说也有4、5丈，底下全是淤泥和乱石。道长，你要当心，那东西凶得很，我便不过去了。这东西居然在用钳子夹水线，果然是不太聪明。去，既如此，那便用火。关节处没有夹壳覆盖，火线果然切得进去。风！
星火焚邪三清道藏，宁是真影，看来只能用雷法了。早知这东西如此锋锐，方才便该直接接比剑，也省得费那许多周折。获得道行1530点。结束了，这地方你往后不要来了。往后若是在河里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人或事，不管你认不认得，不管你觉得厉不厉害，都要先暂时躲开，然后遣人把消息送到青云山，你可明白？小的遵命。